到底《红楼梦》追求的是怎样的一个价值观？有关于男女，他们要互相吸引，然后呢要厮守一生。那这中间涉及到太多的因素，包括不同的人格特质的因素，包括各种社会环境的因素，这绝对不能够一概而论，也绝对没有任何一种爱情形态就可以呢解释尽，或者是作为所有的爱情的一个共同标准，所以呢，我们只能够说，就《红楼梦》本身，它到底提出什么样的看法，而可能有哪些意见是它提供给我们参考的。《红楼梦》事实上好奇怪，它其实真的非常传统，它是不是认定婚姻必须要有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对不对？那么只要有情与淫，怎么样？就都没有结果，所以你只要有私情，你违背那个礼教，你大概呢就不会有好下场。好啦，那如果在这样的情况底下，那爱情要怎么样产生啊？对不对？只要是犯情与淫都无结果的话，那这个爱情要怎么办呢？它要安顿在哪里呢？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，就是说，当你接受礼教观的情况底下，你当然就不可以承认有私情，对不对？可是私情它毕竟就在个人的世界里面呢就产生了。那这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看待它？怎么样让它跟礼教能够共存？这说实在都是很矛盾，而且说不定是很难解决的一个两难的问题哦。那我们只能够说，好，那我们先撇开这个礼教的一个问题，因为这个一加进来，那你这个爱情是没有地位的，因为他根本不承认你应该在婚姻之前会有任何私情。所以我们先不管这个礼教的问题，那先看爱情本身。怎样是一个比较理想的？所谓的理想，不是说它一定最好，而是说它对人的提升跟对人的自我完善而言，会是比较好的一种。好，那如果我们先单纯从这个来看的话，就来看看说，那《红楼梦》里面展示其他怎样的一个爱情的形态。好，我觉得《红楼梦》呢，它在超越过去。当然也包括才子佳人小说，可是也包括《牡丹亭》《西厢记》等等在内的有关男女浪漫爱情故事的那一种叙事模式哦。所以呢，他有意的要来超越一见钟情，然后呢，他提出了另外一个方式，也就是呢要日久生情。那么这样的一个日久生情呢，老实说，它侧重的就是呢情感的深度、长度和厚度哦。而不再是呢放在一些你会炫目的那个强度上面哈，当然更不包括速度。人们呢跳跃过漫长的心灵探索，而很快的呢就落入到形而下的那个肉欲交合的层次哦，而还误以为那个是爱情。我希望你们可以来参考一下哈，有一位德国的哲学家，他认为所谓的爱，好，所以所谓的 love， 它应该是一个心灵的整体状态。它就是你的心灵状态，它不应该涉及到任何其他欲望的成分。欲望就是欲望，所以他讲得非常清楚。他说，我们尤其不应该把爱跟纯本能的冲动，即使这个冲动是升华的哦，我们都不应该把它视为一事，混为一谈。好，然后呢就混淆中间的界限，甚至呢就偷渡了很多，其实就只不过是那个身体本能的部分哦。那么就这一点来讲呢，他很容易的就呢会把对方视为满足嗜欲的方法，所以对方其实在你这个冲动的本能要加以满足的同时，他已经被客体化，他已经被物化，他不再是一个主体，他只是被你用来满足你的嗜欲的一种媒介哈，一种手段。所以这么一来呢，事实上你就在贬低对方。可是爱不是哦，爱是以肯定价值以及创造价值的态度，把自己转向对方。好，所以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个厘清。所以我总认为呢，把爱跟欲混为一谈，觉得欲就是爱的延伸、爱的一种方式的人，我想你可能在模糊而偷渡很多事实上是杂质的东西而不自知哦。所以爱就是爱，就是你心灵中是不是真的体贴、尊重、了解、照顾对方的那个心意，它绝对跟你的身体本能是没有关系的哦。当然，这并不表示说在爱当中不允许这个欲望的存在，当然这不是这个意思，他只是希望说你先分清楚，然后知道关键在哪里，
重点在哪里？然后当你们呢达到一个爱的一种互动跟标准的时候，我们彼此都认可对方，我们是可以在互相创造，然后我们可以携手并进，甚至成为终身伴侣的这个前提之下，然后你们共同呢会有另外一种欲望的满足。那这个呢前提他认为呢是可以接受的哦。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呢并不是在把爱跟欲做一个对立的二分，可是我们必须在本质上很清楚地掌握到它到底差别在哪里哈。而混淆这个差别，会让很多人间的悲剧发生，尤其是女性最容易受到伤害。男跟女这两性在社会中所受到的这个性待遇的差别，是不是非常的悬殊？好，它甚至是双重标准。那《红楼梦》的世界更是如此，贾珍跟秦可卿的爬灰事件。这是一场乱伦禁忌之极致啊！然后双方呢，那么一起去这个参与这样的一个情色冒险哦，而果然我们都知道下场如何，秦可卿得死，对不对？那男方的贾珍呢，毫发无伤，他连一丁点社会舆论的压力的抨击都没有。所以你们就要知道说，我们回归到现实世界来谈这个问题，你首先就要意识到人的处境是不能脱离他的社会脉络。那你要来讨论所谓的男女问题、探索自我的问题，都不能够架空好来思考。那么我们现在要提供的是，不只是现实处境的问题，还包括说你对爱的认识是不是呢有了一些混淆哦？你爱对方，你一定会把对方放在第一考虑，他会不会因此而受伤害？他会不会因此将来呢他的人生会受到重大打击？你不会只考虑到自己的欲望的，你一定会去设想，那他会不会因此是更好，还是呢因此就受到伤害？所以我真的觉得说，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它的一个限制，所以他们对于爱情的理解哦，常常就是混淆不清。西方的爱情小说，他们基本上都是比较着重在男女的彼此的认识，然后呢去经历一些考验。这个经历考验跟才子佳人的那一种打击不一样，他是说我们遇到一些人生或生命各式各样的困顿，然后我们一起去奋斗，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呢让彼此的感情更深刻。对他们来讲，重点还是心灵的那种互相的接近，好那个过程。可是中国的爱情故事都不是这样子，都好快哦。所以呢，这是中国文化的还有社会结构所产生的一种很奇怪的一种影响哦。那所以我们并不苛责，但是以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讲，那确实不是我们今天所定义的爱情。所以回到我们《红楼梦》的这个日久生情哦，它提供的典范，它所体现出来的那一种在日常生活当中建立起来的深厚的感情哈。可是不止如此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事实上宝黛呢，他们之间的那个情感发展也是如此哦。其实曹雪芹非常清楚地告诉你，他们是有爱。那什么叫做有？就是朋友。可是朋友之间会相处，是不是就是因为彼此志同道合，对不对？彼此呢讲难听一点，臭味相投哈。然后我们有很多的观念啊、思想、价值观都可以契合，这才是构成朋友的一个基础，对不对？他们的亲密友爱呢，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当中去实践，然后去累积呢？他一再告诉我们说，二玉之间的爱情就是从小到大青梅竹马，在日常的点滴累积当中才会这么的深厚哦。也就是说，你会发现宝黛之间他们的爱情呢，是在日常生活中所发展出来的伦理式的情感。好，蛮有意思哦。我们加个伦理哦，大概一般人就会讨厌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实际不然，伦理就是指人跟人之间的关系。那这两位呢，在日常生活当中作为表兄妹，然后呢又有这样子的同行同止哦，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基础，所以呢才形成他们这样一个深厚而不可取代的感情哦。这是宝玉自己都认定的。他对林黛玉说：“哎，你干嘛这么不放心？我对你的感情事实上是不可能有人取代的。比较起来，我跟你是姑表关系，我跟薛宝钗是姨表关系。那对古人来讲，哪一个关系是比较亲近的？当然是姑表啊，你先来，薛宝钗后来，先来就一定有他的特权。所以对后人来讲，他事实上是先天上很吃亏的了哦。那宝玉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是先来的，你要跟我在血缘上更亲近。
无论如何，薛宝钗都不可能越过你的次序，哈，尤其是在我的心中，所以他是一直在宽慰黛玉。然后他说：“丫头们想不到的，我怕姑娘你生气，我替丫头们想到了。”他真的是体贴入微，关心你缺什么，关心你现在哪里不足。那么别人想不到的，我都先替你想到了，这才是他们所认为的爱情哦。所以呢，他说：“我心里的事也难对你说，日后自然明白。”林妹妹在他的心里面排第几？是第4。前面3个人都是谁？都是在家庭伦理关系当中的尊长。第一个是贾母，第2名就是什么？贾政，父亲优先，再来就是什么？母亲。所以你们要注意啊，对于他们来讲，爱情是必须要排在亲情之后，尤其是对尊长。好，所以这种伦理式的感情，透过日常生活的基础，然后逐渐累积，慢慢才量变导致质变。好，就是从亲密友爱变成是男女之间的爱，这当然还是不大一样哦。那这个变化的契机在哪里呢？这个变化一方面是年龄，2方面呢是见闻的增长。真的，人要有见识，要有很多的不同的知识，然后你才懂得呢，我们的人生的定位可以做什么样的转变。好，所以读书其实是很重要的哦。那些才子佳人男女爱情故事呢，就交给宝玉说，原来异性之间是可以有这样的感情的，跟一般的友爱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你看哦，人是要透过学习才能够真正认识爱情的本质。你们不觉得这太有趣了吗？我们总以为爱情就是一个不能讲理性，不能讲任何知识见解，那才能够保持它作为一种原初不知来自何方的一种情感本质。我想这真的都是误会。那就这点来讲呢，弗洛姆在《爱的艺术》里面讲得非常正确。他说，爱既然是一门艺术，艺术是不是就要经过学习？你不会天生就画画的，你会画画成功，大概就会是那种素人画家了啦哈。那个当然也有它的优点，可是我想绝对不会是伟大的杰作。所以既然是艺术，所以爱也要经过学习，要成长，而且它会体现你的人格特质。好啦，所以你看嘛，果然我们的《红楼梦》它很奇怪的是，它200多年前它体验到的这个爱情观呢，竟然符合我们现代人的一个比较健全的爱情观。它的前进意识，它的进步性应该是在这里建立，而不是说是什么去违背礼教、去打破传统。我想这个谈不上什么革命性了哦。它的革命性其实反而应该是在于它超越时代的，但是跟我们今天所认定的爱情呢，竟然是吻合哦。